如果有一天一位现任总统的私人高尔夫球场突然变成了敌国导弹的瞄准坐标，整个世界会怎么样？这不是虚构的电影情节，而是正在中东上演的致命棋局。近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内一句狠话让全球神经瞬间紧绷，美军可能很快会对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堡垒代号高山的设施发动极大规模的打击。消息一出，火药桶的引信被点燃了。但更令人震惊的是伊朗的回应，他们没有单纯叫嚣要炸毁美军基地，而是将报复的准星直接对准了那位总统最敏感的神经，他的私人产业，他的商业帝国，他的家族成员。这场冲突正在演变成一场前所未有的私人资产大战，总统的豪华酒店，总统的高尔夫球场，总统的摩天大楼，全都登上了伊朗革命卫队的虚拟猎杀清单。为什么伊朗要这么做？他们找到了一条让超级大国真正感到切肤之痛的捷径，打击一艘航空母舰。美国会立刻用更强的火力还手，但如果直接摧毁那些印有特朗普家族金色徽标的顶级物业，结果会完全不同。这种痛感无法用航母战斗群去覆盖，也无法用核威慑去恫吓，它直接抽打在决策者本人的钱包和血脉上。我们必须回溯一条时间线。2020年1月3日，巴格达国际机场附近，一架美军的死神无人机发射了地狱火导弹，目标车辆被精准命中，车内人员当场死亡。死者里面有一个名字，从此被刻进了中东现代史的教科书——苏莱曼尼。他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的指挥官，掌控着伊朗在整个中东的代理人网络。他在伊朗国内的声望一度仅次于最高领袖。那次暗杀在伊朗人心中埋下的仇恨，用血海深仇来形容也绝不为过。当时下令执行这个斩首行动的人，正是时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伊朗最受尊敬的军事将领，在邻国伊拉克被无人机炸死，下令者是美国总统。如果你是伊朗人，你会是什么感受？伊朗最高领袖在苏莱曼尼的葬礼上公开表示，那些双手沾满鲜血的人，无论他身处白宫还是躲在保镖环绕的度假村里，终将在全世界面前付出代价。请注意那个描述，保镖环绕的金碧辉煌的度假村。当时有人认为那只是空洞的宣传口号，但后来的事实不断证明，伊朗人是极其认真的，而且他们有着令人胆寒的耐心。他们把报复的目标不断修正，直到锁定了那个最痛的点。最初的几年，伊朗的报复集中在军事层面，向美军驻伊拉克基地发射弹道导弹，通过民兵组织袭扰巡逻队，扣押与美方有关的油轮，这都属于传统的不对称战争范畴。打的是美军，痛的是美国政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伊朗的战略家们发现了一个更加有趣的突破口，他们把特朗普家族遍布全球的商业资产明确定义为合法打击目标。因为特朗普绝不是一般的美国总统，他是美国历史上极少数带着庞大跨国产业入驻白宫的商人总统。更关键的是，他从未像其他总统那样将资产交付给盲目信托进行彻底切割。他的儿子们依然掌管着特朗普集团的日常运营，总统本人在任期内也频繁现身支持自己的物业。这就意味着特朗普的私人荷包和美国的中东政策被捆绑在了同一条船上。伊朗的军事谋略家们瞬间反应过来，打航空母舰，美军会凶狠还手；打军事基地，五角大楼会立即报复。但如果打的是特朗普在海湾的私人产业呢？那种疼痛无法用战斧导弹去回应，因为你总不能公开说，因为我的球场被炸了，我就要发动核战争。于是伊朗磨亮了刀刃，静静等待着时机。我们先来盘点一下那张豪华靶心地图上到底有什么。首先是阿联酋迪拜的特朗普国际高尔夫俱乐部，那是当地高端社交圈的一张铂金名片，耗资数亿美元打造的绿洲会所，里面悬挂着特朗普家族的黑金标志，那里是富商巨甲展现权力的象征。当你挥杆击球时，远处就是沙漠的地平线，旁边坐落着价值千万美元的别墅区。在伊朗的瞄准镜里，这个画面简直是一个绝佳的坐标。其次是阿曼的鲁塞尔地区，由当地资本合作开发的超大型度假综合体，那是一个集超5星级酒店、私人游艇码头以及临海高尔夫球场于一体的巨型工程。这可不是小打小闹的物业，这是真正的吸金巨兽。最后是在沙特阿拉伯，特朗普集团深度绑定了由沙特主权基金巨资打造的高尔夫巡回赛，特朗普名下的多座球场被列为这项赛事的永久举办地。好了，重点来了，这些产业离伊朗有多近？如果从地图上测量直线距离，多数不超过300公里。300公里是什么概念？对
对于伊朗革命卫队装备的中程弹道导弹以及远程自杀式无人机来说，这个距离意味着身处1小时的绝对火力圈。再具体一点，如果伊朗想动手，从发射到命中，只需要短短10几分钟的预警时间。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曾经公开讲过，任何支撑美国经济霸权并为政治精英提供庇护和资金的实体，都是抵抗力量合法的打击对象。这话翻译的直白一点就是，你把高尔夫球场开到我家门口，你就别怪我把你的草坪变成弹坑，这个游戏是你选择的，你把它带到了别人的家园旁边。伊朗对特朗普资产的打击策略绝非零散的恐吓，而是一套环环相扣的组合拳。我们将其拆解为3把刀，每一把都直插最脆弱的地方。第一把刀，生育主废，这是最经典的兵部血刃。伊朗甚至不需要真正发射导弹去炸毁迪拜的球场，他只需要做一件事，在各种场合反复将那些商业坐标挂在嘴边，效果立刻立竿见影。根据权威财经媒体的调查，特朗普集团在中东的多家合作方已多次要求重新评估品牌面临的极端地缘风险。阿曼的那个巨型度假村项目背后的财团明确被告知，一旦美伊冲突爆发，一座被冠以特定姓氏的度假胜地成为袭击目标的概率将比周边的普通酒店高出数倍。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保险公司的精算结果。说到保险，那才是真正致命的地方。跨国保险巨头们的中东战争险承保经理坦诚相告，任何带有那种特殊标记的商业地产，其政治暴力险的保费已经是同期普通物业的10倍之多。高昂的安保护卫加上海啸般的保险成本，正在疯狂侵蚀那些产业的利润。原本能赚取的现金流，绝大部分都被安保和保费吞噬，甚至可能沦为负资产。更可怕的是品牌寒蝉效应，那些曾经计划入驻迪拜特朗普大厦的奢侈品牌纷纷临时撤换标志。品牌方明确表示，没有人希望在一栋随时可能上新闻头条的准战区建筑里推销自己的名表。那个金字招牌在中东的认知里，正从奢华的象征变成麻烦的代名词。伊朗最高明的地方就在这里，它不费一枪一弹，仅仅通过舆论标注，就让特朗普的中东商业版图从摇钱树变成了烫手山芋。这是温水煮青蛙，更是釜底抽薪。第2把刀，数字围猎。如果第1把刀是文火慢炖，那第2把刀就更加阴险且精准了。这就是数字化围猎。伊朗利用开源情报技术，通过比对卫星图像查阅房地产交易记录，搜集社交媒体上的打卡照片，精准标注出了特朗普集团各处物业的员工通道、后勤卸货区贵宾专属电梯，甚至通风管道的位置。这些信息的公开传播，迫使特朗普集团紧急修改了多栋大厦的内部安保动线，花费巨资安装防窥式玻璃以及反无人机侦察系统，在虚拟空间里与伊朗有关联的黑客组织频繁扫描集团位于纽约第5大道的总部网络，试图入侵其财务系统以及全球酒店的预订数据库。一旦得手，不仅能获取客户的绝密名单，还能掌握所有人的出行计划，通过骚扰你的高端客户直接切断现金流来源。伊朗将特朗普的每一处资产都变成了透明的玻璃鱼缸，里面的人无处可藏，每一秒都感觉有眼睛在暗处盯着自己。第3把刀，血脉追杀。如果说前2把刀已经足够令人窒息，那第3把刀则彻底打破了所有的底线。伊朗将报复的矛头直接指向了特朗普的至亲。2014年，伊朗革命卫队下属的通讯社发表了一篇长篇评论文章，首次将总统女儿的形象照片与复仇清单并列刊登。文章里这样写道，那个下令杀害我们将军的人如今高枕无忧，他的儿女们是否依然能在曼哈顿的上东区悠闲地享用早午餐？这话的潜台词非常冰冷，你杀了我们的将军，你的女儿却想平安度日，这绝无可能。根据媒体披露，特勤局针对其家族成员的安保等级，在过去2年里连续上调，位于佛罗里达的豪华公寓楼顶被迫安装了大量反无人机干扰设备，子女就读的学校周边也设置了多道临时检查站。有杂志报道，那位曾经在白宫拥有办公室的名媛私下向密友抱怨，觉得自己就像被困在金丝笼里的猎物，每次出门前都要反复确认3条备用路线，担心头顶有未知的无人机。这甚至不是肉体上的伤害，而是一种持续性心理凌迟。伊朗成功让最亲近的人也尝到了那份中东政策带来的切肤之痛。你不痛吗？没关系，让你的女儿感受到疼痛，就等同于你感到了痛。就在特朗普发出可能打击高山堡垒威胁的前后，中东的实际交锋进入了全新阶段，双方都在通过极限施压为谈判桌增加筹码。
而同时，伊朗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也宣布对相关水域实施禁运。他们警告所有航运公司不得驶向特定港口装卸货物，否则将在任何地点遭到打击。那条水道是全球石油运输的咽喉要道，一旦被成功封锁，国际油价将瞬间面临毁灭性冲击。消息一出，相关航线战争风险保险费率直接从总值的 0.35% 飙升至 0.75%， 一艘商船的单次航行成本将因此暴增数十万美元，全球经济的血管就这样被美伊对峙割开了一道口子。你能打我的核设施，我就在全球航运上放一把火，让所有人帮你买单。特朗普曾经写过一本书叫《交易的艺术》，里面反复强调一个词：杠杆。在他的眼中，任何交易都可以通过施加压力来达成，但这次他遇到了无法用商业谈判化解的死结。伊朗施加的杠杆不是某条商业条款的违约，也不是某个市场的准入限制，而是特朗普家族成员的生命安全，是全球品牌声誉的崩塌，是遍布海湾的每一寸地皮。这就像一位地产大亨突然发现自己地盘上的所有赌场全都处在对手的炮口之下，你无法谈判，因为一旦你坐上谈判桌，对方就会立刻加码。在传统观念里，国家领导人代表着主权，私人财产理应受国际法保护。但在21世纪的混合战争形态下，当一国领导人将家族企业深深嵌入地缘政治的热点地区时，私人财产就自动丧失了中立性。它会被敌人的情报机构设定为首要侦察坐标，会被敌人的导弹部队视为高价值备用打击目标，会被敌人的舆论机器当作瓦解国内政治意志的突破口。伊朗在这场报复博弈中展现出了惊人的战略耐心，他编织了一张完美的组合网，在舆论上无需发动全面战争，只需持续不断的威胁那些冠名物业，就足以让全球资本对那个品牌望而却步。在情报上，通过开源分析和网络渗透，将那些资产的每一处细节暴露在公众视野下，无限抬高安保成本和心理焦虑。在心理战上，成功将那个符号与战争赔款和暗杀风险深度捆绑，在全球范围内系统性摧毁其品牌价值。而最深层的算计在于持续刺激对方家族安全的神经，极有可能诱使决策者在愤怒中做出过激的军事反应。一旦美国率先失控，伊朗就能名正言顺地将防御反击的范围扩大到波斯湾沿岸所有带那个标记的商业资产。到那时候，无论那些高尔夫球场有没有军事价值，在伊朗的导弹手册里，他们都会被标注为敌方经济基础设施，予以毁灭性打击。这招就叫引蛇出洞。当那个人高喊着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时，他或许从未想过，那些插在世界各地的金色家族招牌，如今已成为美国中东政策最脆弱的软肋。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就悬在迪拜球场的会所门口，只要伊朗的宣传机器还在滚动播放，这些物业的安保团队就永远无法下班。他必须在签署国际条约与购买家族商业保险之间寻找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平衡点。这不禁让人深思，当私人财产成为地缘政治的人质，究竟谁在给谁买单？如果连超级大国的总统家族产业都无法在这场博弈中独善其身，那么在全球化的时代里，还有谁能真正划清国家利益与商业利益的界限？这场没有硝烟的猎杀才刚刚开始。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不想错过更深度的局势解读，请立刻点击订阅，我们下期再见。